很多人总以为富人的钱来得跟捡一样，其实人和人的差距归根结底是思维和眼界的碾压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贫穷不是缺钱，而是脑子里的枷锁。富人最厉害的资产不是银行账户的数字，而是他们那套独一无二的思考方式。很多时候困住一个人的不是没钱，而是脑子里的死胡同。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放过狠话，就算有一天我被扒得一毛不剩扔到沙漠里，只要有支商队路过，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再建一座商业帝国。思维决定行动，行动决定命运。他们坐在家里抿着咖啡，就能把钱赚得花花响。真正的富人藏着一把秘密武器，那就是创造价值。经济学里最残酷的真相，富人最大的财富是穷人。有时候你穷，不全是你的错，主要是富人费尽心思让你心安理得地穷下去。他们设计出让你刷到停不下来的短片，费尽心思让你的努力变得不值一提。我敢说，谁都想当富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能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，有些人却一辈子跟财富无缘？这世界有狼也有羊，狼饿了吃羊，这是天理。但如果没了一大群羊，狼吃什么？如果没了一大群穷人，富人靠什么活着？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宇宙的规则就是羊吃草，狼吃羊。大多数人得为少数人服务，穷人越多，富人活得越滋润。富人忙着创造价值，穷人忙着消遣娱乐。富人定规则，穷人守规则。一，富人敢冒险，有股狠劲。他们不停地产出别人需要的东西，创造更大价值，服务更多人，推着社会往前跑。他们有毒辣的商业嗅觉，超前的眼光和经济头脑，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，加速了发展的车轮。不是富人有多牛，而是他们找对了赛道，挖到了需求，才成了富人。根本原因是年轻个体抢不到关注和资源，另辟蹊径才有了回报。简单说就是物以稀为贵。社会需要的也不是富人，而是擅长把多余资源再分配利用的专业玩家。他们可能是多线操作赌运气，也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四处钻营才发了财。富人的价值创造是高倍数、高杠杆的玩法。他们不只是卖个产品或服务，而是造了个能源源不断吐钱的系统。马云为什么能成中国首富？因为他搞了个淘宝，让无数商家和买家在上面交易。表面上是为所有人服务，实际上他才是最大赢家。每笔交易他都能分块蛋糕，这就是高杠杆的创造价值。你出1分力，可能换来10分、100倍的回报。再看看抖音、美团、滴滴、微信这些平台，哪个不是从中捞得盆满钵满？二，长期主义的硬核思维。长期主义是一种认知，是一种价值观，盯着长远影响和持续性，而不是只看眼前的蝇头小利。罗振宇说过，只有长期主义者才能跟时间做朋友。价值共生的作者陈春花说，越是乱世，越需要长期主义。张磊在《价值》里说，把时间和信念砸在能长期产生价值的事上，学最厉害的思维和行为方式，跟着第一性原理走，这就是长期主义。从这些话看，长期主义不只是方法论，更是价值观。世界不停变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，有变就有不确定性。高杠杆的价值创造没那么好搞，比如网红几百万粉丝，一天赚的钱够普通人忙半辈子。这需要你有独到的洞察力和超前的眼光，你得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，遇见别人遇见不到的未来。最关键的是得有长期主义，定好长远目标和规划，别为了短期得失眯了眼。他们的眼界太窄，脑子太局限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人在股市赚得满载而归，有人却亏得连底裤都没了？因为前者看的是公司的长远价值，
后者只盯着短期涨跌，这就是眼界的差距。3、执行力和死磕到底的韧性。执行力是重能力，更是重态度。执行力是一个人顶级的自律，也是拉开人与人差距的硬核分水岭。没执行力，梦想、计划、构想、理想全是空想。没执行力，什么都做不成。毅力是重硬核的意志力，是为了目标死磕到底，克服困难的心理耐力。毅力跟目标挂钩，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自媒体是普通人透过网络发布内容、传播事实的路子，私人化、平民化、自由化。但没执行力和毅力撑着，半路就得崩。所以只有执行力和毅力拉满的人，才能把自媒体干出名堂。很多人有好点子，但缺把点子变现的能力。他们怕困难，怕失败，总在犹豫中错过窗口。而真正的富人敢冒险，敢试错。他们知道，失败是成功的铺路石，每次失败都是离成功近一步。想当富人，就得学会高杠杆的价值创造，练就你的洞察力，拓宽你的眼界，拔高你的执行力，锤炼你的韧性。财富不是一夜暴富，是个长期堆积的过程。总想着抄近路，不肯打磨能力，不愿深耕自己，最后多半是条条路不通，什么也捞不着。如果一开始就信聚沙成塔，厚积薄发，才能在人生路上走得稳，走得远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高低起伏，有时候事情好坏不在事情本身，而在你的心态。遇到困难时，多往好处想，就有动力解决问题，烂事也困不住你。路走不通，绕着走，想不通，换个思路试试。人生也是这样，把坏情绪转个弯，乐观往前冲，说不定就柳暗花明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